大陆现在有很不好的，是有一些部分啦，因为走大陆，我这次河南走了郑州、开封、洛阳，跟我的老家焦作嘛，焦作就陈家沟那边，跟北京，每一个城市有每一个城市的气象，每一个城市的人都不一样，每一个城市的那个风貌跟秩序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焦作底下，我家是博爱嘛，焦作底下的博爱县，光是焦作大概像我们的焦作的发展，我没去以前认为焦作是一个乡下什么，结果不是，焦作是二线城市，焦作大概跟我们台北东区那样子，然后到博爱。大概跟我们中南部的乡下那样子，就是一个焦作市里面的一个博爱县里面，光是这么近，那个人跟规矩，跟里面的风俗跟什么差别太大了所以我们当然都不能以我们得到的一点点来认定说大陆武术界就是怎么样大陆人就是怎么样，或者他们就是不行。但是现在普遍的听到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发展的这个势头当中很多在台面的或者这些有一种虚浮之气。有一种虚浮之气，就当然跟网络的兴起也有关系，用各种方法在搞虚浮的，建立自己的名建立自己的粉丝建立这些东西嘛。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大陆什么东西都在想办法搞什么非遗就非文化遗产。国家有国家的，省有省的，技术性的不止，包括什么做一个面或者一个卤味家传的卤味也那是他们的那个配方性，因为它的全称是非物质对，不能够是不是它的非物质有什么？有联合国认可的，那个是国家级的嘛，它有省的，它有省的，它有省以下的县的。就他很多东西都去搞这个非遗武术界也是一样嘛，这个也搞非遗，那个也搞非遗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虚妄之气。那这个人心走向虚妄了。那没有去认真的考究，你申请非遗，你真正你有什么？你真正有什么东西是人家不能取代的？真正有什么东西是别人没有的？就这种风气这种风气对人心的影响，人心的影响不太好搞得比较虚浮了当然还有一种心态，就是现在慢慢培养起来的那个所谓的大国心态那个大国心态也让这个虚浮之气更盛。你的根基还没有，你的根基不到在很大的城市，在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它的文明程度有跟上来，然后你不容易看到那个街道都很干净，不容易看到有人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这种没有了，非常少当然躲在厕所里抽烟的一样有
啊。可是你在二级，你在二线城市以下的啊，还是很多。你看很多二线城市以下的人出国或者什么，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的很多行为，还没有到文明大国的那个程度。可是因为国家强盛了以后啊，大家都飘了，很多人都飘了啊。啊，包括武术界，我讲过，跟他们接触，有一些也是少数了，我不能说代表全部，就他们本身就自然有一个什么，我是中国武术的什么讲，宗主国，你们台湾、东南亚什么那都是我们分支飘出去的。所以你跟他讲什么东西，他那个宗主国的心态永远在你宗主国的心态永远在，你把别人都当成什么那个彝族、边疆彝族，那没有办法谈呐，是吧？包括政治上啊、文化上啊，通通一样，通通一样这样子但是我们不能避免的要面临到这样的情况，不能避免，所以我们必然要有些地方要比他们强，起码比他们绝大多数的人强。我们比他们强的是什么？我这次去，人家为什么一讲话就知道我们是从台湾来的？因为我们讲话第一个声音比较柔和，第二个我们言必请问，我们言必有谢谢，我们会有这些的，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素养当中一个自然存在的东西了。他们没有，然后他们一听就知道，他说你们比较文明讲话的方式啊，用词用语我们的仪态我们家人4个，他说你们一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你们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好吗？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那个规矩。我们这边在前面的几十年规矩立得好，他们前面的几十年没有立规矩，没有，几乎他们根本没有规矩。这是我们比他们强的地方。在这种上面，你在工作上面，在技术上面没办法跟他们竞争。我一个亲戚原来是在一个很大的世界的中国大公司是做那个也是电子方面的，在那边做 PR， 月薪是十几万10万，后来就是不好嘛，慢慢裁员，他是帮公司裁员嘛，裁到最后就裁到他，因为薪水很高嘛，那他自己晓得嘛，差不多了他就去找其他的公司，就本来是在深圳找到公司在北京，比那个还要大，薪水还要高，收入那么高，他去了，他有一天发照片给我们看，晚上街上都是人，他说要叫车子要等半个小时以上，
那个是什么时候？晚上12点。晚上12点，大家才下班，在街上大家都在叫车子。台湾的这些人行吗？行吗？不行的，他们那个拿生命在拼啊。20年前还有，对比较少。对，不光20年前啊，对，差不多。以我们那个时代来讲是有的，是吧？现在没有了，所以你这个方面你拼肝啊，没办法拼过他们的。可是这些长久养成起来的这些东西，文化上、文明上面的这些东西，不要讲文化，而且文化也拼不过了。传统文化，他们小孩子从小就背诗词、背古文这些东西，每一个人都朗朗上口啊，每一个人都朗朗上口。可是你会念那么多的古文古书，不表示你会变得文明。文明是慢慢熏陶出来的，它是一个整体社会的氛围，是一种尊严感，是一种自重，尊重自己，你才能尊重别人嘛。但是他们很多人他不尊重他自己。5星级饭店，旅游团进来，直接搭游览车下来。在5星级饭店的大厅沙发，啪一下就躺下去啊，女的哦，啪打下去啊，滑手机。你看到很多这样的，在飞机场哦，要吐他们病。就是这种自重感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个要很慢，这是我们的优势，这是我们的优势。当初刚开放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女的，她那时候是在台湾的5星级饭店当那种礼仪方面的这种服务的头很久了，他就到大陆去发展。那个时候教他们什么？就教他们在服务业，你在大饭店里面你怎么样接待，怎么讲话，怎么做，你的仪态应该怎么样，在教这个啊。那后来很多都学会了，变成一种格式。你现在去的话，很多地方他们的服务非常好的。可是这种形式的东西好学，可是心里的那个东西要转化很慢。武术也是一样。武术他们现在还把它当做一个技术在学，包括台湾现在很多人一样，把武术当做一个技术在学，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文化在学，一个让人更能够转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学啊。这是他们现在的限制啊。你们当然也很多人去过大陆很多地方了，你们有你们的所见嘛啊。他们的原生的2线城市以下的人啊，当地的人啊，有他们的质朴那一面，
有他们的质朴的可爱，有他们质朴的很珍贵的那个部分。哦，所以那是一个很多元、很复杂的地方。啊，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要有那个接触，真实的接触啊。好。